大家好，这是一个定频空调的内机板。我呢外接了一个220伏的电源，这儿呢是火线，这儿呢是零线。这是一个12伏的变压器，是为整个线路板供电的。这边这个最大的继电器呀，是为压缩机供电的。这两个小的继电器是为外风机和四通阀供电的。这边呢还有一个小继电器，它是为内机的电辅热供电的。这两个线呢就是接电辅热的电线。当然这个线路板呀并不复杂，很简单。今天呢主要的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传感器，一个是环境温度传感器，还有一个是蒸发器的管温传感器。温度传感器呢还是有一定的故障率的。传感器的故障如何判断呢？在原来的视频中我给大家介绍了测量电阻的方法。传感器呢就是一种负温度系数的电阻，随着温度的变化，它的阻值也在变化。外界的温度越高，它的阻值呢就越小；外界的温度越低呢，它的阻值就越大。温度传感器的标称阻值是在环境温度25度的情况下测量的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传感器的标准阻值，用测量电阻的方法就很容易知道它有没有故障。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前面的视频，是如何利用测量电阻的方法判断传感器的故障的。今天呢，和大家介绍一种利用电压法来测量传感器好坏的方法。我们首先把线路板给它翻过来，右下角这两对插针的位置就是传感器。我们呢合上220伏的电源。每个传感器两端的电压应该在2.5伏左右。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两个传感器它的电压。这边这个是环境温度传感器的电压，是2.6伏。右边这个呢是管温。现在呢它也相当于一个环温传感器，也是2.6伏。一般的这个电压应该在1.5伏到3.5伏之间。当我们测量这个电压低于1.5伏或者是大于3.5伏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传感器大概率就是一个坏的。我们就可以再借助测量电阻等方法来确认一下它是不是已经损坏。由于大多数的这个温度传感器都没有标注它的阻值，那么在它损坏之后，我们如何知道它正确的阻值呢？这时呢，我们可以在断电之后测量温度传感器的非地端对5伏的电阻值，来作为温度传感器阻值的一个参考。温度传感器有一端是肯定是接地的，另一端呢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5伏，和传感器串联分压之后，把这个电压的信息传递给 CPU， 作为判断温度的一个依据。我们一支标笔呢接到这个传感器的非地端，另一支标笔接7805 5伏的输出端，这个阻值呢在5-6千欧，那么说明这个传感器的标准阻值就是5千欧的。通常情况下，这个温度传感器的阻值有5K、10K、50K 的比较多。它的电压和电阻为什么有这样的特点呢？我们来画一下它的简图。温度传感器呢就是一个电阻，它呢下端接地，上端呢通过一个电阻接到5伏，中间的这个电压信息呢传递给 CPU。 在环境温度是25度的时候，中间这点的电压呢是2.5伏，正好是5伏的1/2，所以上面的电阻和下面的电阻它的阻值肯定是相同的。但是这个传感器的电阻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，而中间这点的电压呢恰恰反映了温度变化的一个特点。温度越高呢，这个传感器的阻值就越小，那么中间这点的电压呢就越低。 CPU 呢就会通过这个电压的变化来判断外界温度的高低。